大家好，对于来势凶猛的中国电动汽车，德国笼罩着一片悲观气氛。虽然目前中国的电动汽车在德国市场的占有率还很低，但提升的速度很快。明白人都知道，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对德国汽车产业的冲击有多大，所以才有前段时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威胁要对中国汽车发动反补贴调查。但被德国众多有识之士强烈反对，中国汽车昔日德国人嘲讽的对象，一夜之间成了人人惧怕的更强大的竞争对手，令很多德国人无法适应这突如其来的角色变换。聪明的德国车企纷纷选择入股中国电动汽车初创公司，如小鹏、吉领克，或选择与中国车企合作，借用中国人的生产技术贴牌生产所谓德国技术的电动汽车，包括奥迪、奔驰、宝马。所有这些新闻又帮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做了免费广告。反正现在隔三差五都有关于这方面的新闻。比如10月29日，也就是昨天，德国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 NTV 新闻电视结合最新国际形势，对这个话题又做了报道。咱们来看看，中国制造取代德国制造，德国仍然适合作为汽车产业基地吗？几十年来，德国汽车工业和德国作为汽车生产基地一直是全球的标杆。但是，像交通电动化的结构性转变改变了游戏规则，后果可能很严重。相关报道自相矛盾。在德国的茨韦考、德累斯顿和其他地方的大众汽车公司，由于电动汽车需求不足，数千个生产岗位被裁员。而在莱比锡的宝马公司，却在为电动汽车的生产拼命寻找数百名新工人。宝马还在下巴法利亚为其电动汽车建造一个全新的电池厂。而位于德国的欧宝汽车公司则不得不与法国母公司 Stellantis 一而再再而三争夺生存空间，员工人数在不断减少，与保持生产基地的目标背道而驰。科隆的福特公司在今年2月20日周一宣布，将在德国裁员15000多人。位于萨尔路易斯的工厂将于2025年关闭，除非一家中国制造商充当救世主——比亚迪。它是全球电动汽车行业的领导者，在全球最重要的汽车销售市场中国，比亚迪是市场领导者。在中国，该公司最早于2022年取代多年来的领头羊大众汽车。这是德国作为汽车生产基地的象征吗？事实上，专家、媒体和学者都认为，德国汽车工业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德国作为汽车生产正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增长和繁荣也处于危险之中。中国成为瞩目焦点。一方面，德国本土汽车制造商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就是政治上强制推行的向电池驱动的电动汽车和摒弃燃油车技术的转型。另一方面，中国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崛起成为世界头号电动汽车大国，德国也将不可避免地丧失在全球市场的霸主地位。中国汽车品牌在2023年德国慕尼黑国际车展 IAA 2023上咄咄逼人，以及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汽车制造商攻城略地计划的头条新闻，一夜之间将这一问题推到了公众面前。那么，德国是否已经赌上了自己作为汽车生产基地的未来呢？这并不奇怪，因为根据经合组织 OECD 的数据，在工业化国家中，德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已经落败。德国的气候政策是否以放弃德国繁荣和高就业率的未来作为代价？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成为气候友好型技术的先驱。尽管德国汽车仅占全球汽车市场份额的30%，德国知识点评：我觉得该报道的作者犯了逻辑错误。今年德国经济负增长，不是因为德国想成为什么气候友好型技术的先驱，而是德国基于意识形态的脑残政治导致的。比如多年前正式放弃核能，然后主动配合美国全面制裁俄罗斯能源，而花数倍的价格购买美国的液化气，导致德国能源价格飙升。
企业苦不堪言，或破产，或外移，同时通胀居高不下，这才是最主要原因。其实西方从来没有认真执行专注气候友好型技术，都是嘴上说着漂亮的话骗人而已，而默默在做的只有中国，没有之一。这次我的德国朋友前往中国，所见所闻让他不仅惊奇，更加佩服中国人以及中国政府的行为。好，我们继续看这家德媒的报道。更多差异化，前经济学家 Bert Rürup 对此持悲观态度。他认为德国作为汽车生产基地几乎已经丧失，并建议撤退。汽车行业必须采取与中国脱钩的战略，这意味着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例如，在汽车出口、原材料和供应链方面，所有这些都是要求容易，实施难，缺乏差异化。德国作为汽车生产基地是一回事，汽车产业又是另一回事。没有所谓的汽车产业，该行业是一个完全多元化的行业，一边是宝马、戴姆勒、奥迪和特斯拉等高端制造商，另一边是大众、福特和欧宝等大众化的生产商。另外还有数百家小型供应商，以及博世、康迪和采埃孚等世界市场领导者。正如大众和宝马的对比例子所显示的那样，每家公司都有完全不同的未来前景，这取决于其所采取的技术驱动和车型战略，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的公司尽管面临来自中国的残酷竞争，但前景良好，而有的公司则由于战略失误而陷入困境。过去德国作为汽车制造基地的优势在于其创新的精加工产业和全球市场。缺失的资源，尤其是能源、原材料和初级材料，廉价的从国外采购，然后在德国通过高科技技术进行智能化提炼，再以高价销往国外。时代转折与产业外移，这个时代显然已经成为过去，关键词是时代转折。具体而言，德国作为一个产业基地，必须整体调整其商业模式，德国汽车产业也必须随之调整。唯一不同的是，汽车工业是可以流动的，可以迁移，而产业基地则不能。尽管如此，德国的产业基地和本土汽车业仍具有重大的全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德国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专有技术集群，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破旧不堪，但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却拥有卓越的科研实力和紧密结合的价值创造网络。然而，德国缺乏重要的工业原材料和能源。如果由于政治原因，德国停止从国外采购以上提到的这些原材料以及能源，德国经济就会崩溃。于是，汽车产业就会迁移到不仅有市场而且有资源的地方。目前，这些地方是中国和美国。德国知识点评：不少德国政客以及一些德国人不是一直在强调与中国脱钩或降低与中国的依赖吗？中国方面完全可以成全他们，该脱钩的地方赶快脱钩，该降低依赖的地方帮德国人降低依赖。比如前些时候对锗和镓等原材料的出口管制及刚颁布的石墨出口管制，受打击最大的无外乎美国、韩国、日本以及德国这样的对中国极不友好的又有竞争关系的国家。据说缺少了这些原材料，芯片及高精尖武器的生产都会受到影响。说点题外话，这次回中国，我还真看见几辆德国大众电动汽车。看来在中国还是有一些人认可德国货，尽管电动汽车技术方面，德国的电动汽车技术已经落后了，而且中国人现在主动把德国电动汽车归类于杂牌车。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